大家好，我是东宝协会，今天我们来讲《一拳超人》的225话。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，请帮我点到5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。上回说到龙卷误以为光头暗恋自己，两个人展开了史上最高强度的修罗场啊！虽然龙卷是玩的不亦乐乎，他对这位未来的妹夫甚至是老公的实力相当的满意。不过光头此时已经十分后悔要跳出来帮吹雪劝架了。还没说完啊，龙卷就是一发念力波打过来，光头的便宜运动服当场就被撕作了碎屑，这让本就不富裕的他生活处境是雪上加霜。听着光头不断发出的哀嚎声，龙卷好像开启了抖 S 的潜能啊！他含情脉脉的准备再度发波，我靠！你们看看这表情啊，这哪里是在打架呀？这分明是在玩恋爱嘎啦 game 嘛！随着一声空气炸裂的闷响，光头被冲击波打飞至半空，他还没来得及落地站稳，又被接二连三的冲击波在空中不停的平推。我一看，哟，龙卷你还会虚弹啊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日式里大战扳不一脚吗？反正龙卷那边还要打上好一段时间，我们先来看看妹妹吹雪这边的状况吧。她此时正望着被姐姐和光头冲破的天花板发呆呢，一想到龙卷一脸严肃的要强行拆散吹雪族，以自己现在弱小的力量根本就改变不了龙卷的决定嘛，看来啊，已经到了必须要离别的时候了。吹雪的小弟们纷纷前来道歉，他们就像犯了错的小孩似的，保证不会再拖吹雪的后腿了。另外，他们还向吹雪请求了解阅读组织的情报，以便帮老大分忧解难啊。可如今的吹雪眼中已经失去了领袖的光芒，他知道凭自己现在的实力，别说是打败敌人了，连小弟们的安全啊都无法得到保障。于是吹雪只能选择忍痛割爱，他强行做出一副冷血无情的模样，对小弟们宣布：你们实在是太弱了，带你们玩的话根本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啊！所以吹雪组从今天起就宣布彻底解散了，各位永别啦！这句话我好像昨天才听到过啊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，吹雪组的小弟们好像瞬间失去了神明的庇护啊！无助的他们可怜巴巴地望着吹雪远去的身影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！当然，与此同时，世界各地的城市中都不断有意外事件在发生啊！在恩市的一间仓库里面，一群混混模样的人正围着一个遍体鳞伤的英雄。耶嘿，莫非阁下就是传说中的黑发齐格飞吗？混混们表示，你才 A 级34位，搁这儿装什么大拿呀？虽然你打败了我们好多同伴，但是至少得再来4-5个 A 级才能和我们组织对抗啊！不过说起这个齐格飞会孤身一人深入敌人老巢的原因，还是因为他中意的女人啊被挟持做了人质。这一切呢，都是混混们设计好的一出美人计啊！正说着，一位相当冷艳的靓女就走了出来，她向齐格飞宣布了一个相当残酷的事实：其实我呀，一直都是在骗你的哟。老娘可是这个暴力组织铁拳集团首领的女人哟！看着齐格飞这个惊讶的小眼神，他该不会是在想：耶，我这是被牛了吗？才不是呢！这个名叫艾丽卡的毒妇一开始就装作是被暴力团欺负的可怜女子，通过被英雄救援，成为安插在齐格飞身旁的间谍存在啊！艾丽卡还嘲讽齐格飞就是个纯纯的憨憨，我演技那么拙劣，居然还傻乎乎的爱上我和我交往呢！你们这些英雄未免也太搞笑了吧！面对情人的背叛，齐格飞只是发出阵阵的苦笑。他对于艾丽卡仍然还是不忘旧情的说道：其实我一直都是知道的，你演技很差这件事情。什么？本来已经转身离去的艾丽卡居然真情流露，潸然泪下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日久了生情吗？齐格飞不顾世俗的眼光，就算是自己的敌人也是爱得如此的深沉吗？我愿称这两个人为终极狗血二人组啊！眼看他们两个在那儿调情了半天，还没完没了了，一旁的老大终于是坐不住了。虽然他是个 A 级的赏金犯，但看他略显睿智的长相，那到底是谁牛谁还说不定呢。
这位大铁兄弟啊，叫嚣着要弄死齐格飞，而满身疮痍的英雄又一次站了起来。他表示，既然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人质了，自己终于能无所顾虑的大干一场了。哇！面对如此豪情的男人，就连艾丽卡也被感动到想要反复横跳了吗？齐格飞眼神坚毅，热情澎湃地放出豪言：“看好了，艾丽卡，接下来啊，就是我作为英雄的巅峰时刻了。”放手一搏吧！我操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一个光头突然冲破了墙壁，差点把齐格飞的腰子都给撞掉了。光头一看眼前全是目击证人，顿时觉得尴尬无比啊！他慌忙解释道：“一切的赔偿请找后面那个龙卷啊，我也是受害人的呀。”光头环顾四周过后，发现怎么还躺了一堆人在这儿？误以为是自己波及到的伤者，光头又开始和龙卷互相指责起来。真不愧是兴趣使然的英雄啊！面对普通人都是唯唯诺诺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马上就离开啊。而面对强大的英雄，又是重拳出击。妈的，龙卷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还不赶快给人家赔礼道歉啊！而身为犯罪集团的混混们，此时已经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了。喂，那个女的，她不是英雄协会 S 级第2位的战力之龙卷吗？我靠，齐格飞，你这个人太不够意思了！不是说好了单挑的吗？怎么还喊外援啊？这时集团首领大铁也不知道是不是失心疯发作了，他居然妄图对龙卷出手，还想着能够扬名立万。光头赶忙上去好言相劝：“大哥，你冷静点啊！”谁料大铁根本就不认识这位 A 级第37位的秃头披风侠，你他妈谁呀？给我滚开！哦，这下好办了，你可以给我爬了。只见光头他非常温柔的在不致死的程度下对大铁使用了暴力，转眼间大铁就化作了天花板上的一个人影。既然是对方先动手的，光头也就不跟你们客气了，那态度上明显就嚣张了许多啊！小弟们愤怒的一拥而上，想要为老大报仇，可龙卷却是一副不耐烦的表情，说道：“哎呀，烦不烦啊？老妈了，老娘现在可是忙着要干仗的哟！”镜头再一转，所有的混混，包括仓库本身啊，都安安静静的躺平了。齐格飞望着天空，惊叹龙卷就好像他的名号一样啊，那简直就是风卷残云般的战斗力啊！不过呢，他还是对艾丽卡念念不忘。齐格飞一脸接盘侠的样子，表示要和艾丽卡忘记过去，开始全新的生活啊。结果人家艾丽卡早就被龙卷的实力深深的吸引，宣誓要成为龙卷的铁粉呐！嘿嘿，形同小丑的齐格飞只能强绷出爽朗的表情，心中暗自安慰道：“哎，累了，还是早点回去洗洗睡了吧。”那么故事的最后，我们来到了情况十分危机的 H 市，这里因为发生了龙级灾害，所有人都像蚂蚁搬家似的忙着仓皇逃命，而灾害的根源啊，正是一只大到离谱的刺猬剑山鼠鼠。由于他的实力过于变态，普通的应急人员根本无法与之对抗。英雄协会发来消息，称 S 级英雄金属球棒正在全速赶往现场。特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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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！虽然我知道是因为交通拥堵，所以没办法开车，但是全程用跑步的方式赶往现场也太捞了吧！历经波折啊，金属球棒终于来到了怪人面前。要知道啊，他妹妹可是还在家里等着他回去给宠物猫接生呢。金属球棒指着刺猬痛骂道：“你就是那个什么鼠吧？害得我大老远徒步跑过来，我今天必须要把你老姜子都给你干那话都还没说完啊，不知道从哪里打过来一道龟波气功，当场就给刺猬干穿孔了。那堂堂的龙级怪人还没出场几页就宣布 GG 了，金属球棒就像个雕像一样，在右下角整整站了3页，3页啊！仔细一看，空中高速飞行的正是光头和龙卷两个冤家，他们的战斗贯穿了好几座城市，在为民除害的同时啊，也在大肆的破坏着。
哟，这招一口气打穿3层楼的招数，又是在致敬龙珠吗？看着这天上打得不亦乐乎的二人，金属球棒鬼火直冒，妈的，大老远跑过来，老子连个助攻都没有啊！但是，一想到可爱的妹妹还在家里等着自己呢，哎呀，算了，今天就不给你们一般见识了。金属球棒气呼呼的消失在了画面中，本话结束。